面对陷入骑虎难下的美国，谁会在台海冲突予以帮助？兰德公司的分析却在多数人的意料之中。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现在的美国已经骑虎难下，力挺台海，造成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日益剧增。倘若真的爆发冲突，帮还是不帮成了问题。在美国眼里，台海向来是该国用来对付我国的一颗棋子，为棋子提供军事上的支援显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可如果不管不顾，世界各国该如何看待美国？近日，美国著名兰德公司就发布了一篇关于预测台海发生战争，谁会在台海冲突中帮助美国的分析报告。结果不理想是很多人意料之中的。虽说美国一直都在拉拢世界多个国家，试图改变他们对台海的立场，但实际上很少会有国家会因为台海问题与中国起冲突。原因很简单，台海问题属于内政，与他们根本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哪怕帮助的国家是美国，都不值得他们这么做。勉强来算的话，就如兰德公司分析的那样，仅只有2个国家。这2个国家不是英国，也不是法国。别看英国迫切的想要登上美国的战车，法国在近段时间接连派出军舰进入南海，但他们都不是美国的死忠粉。前者是想为自己在世界上刷存在感找靠山，但真要真刀真枪立马就怂了。后者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很强硬，但却不是为了美国，而是想在南海增加军事存在。真正可能在军事上对美国提供支援的，恐怕就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这2个国家了。首先，日本离台海很近，倘若台海回归大陆，必定会对日本的安全局势造成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利用台海当成军事前沿的存在，对中日有争议的区域施加压力，还是利用日本海上贸易的生命线台海东部海域威胁日本海上贸易，对日本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其次就是澳大利亚，中国和澳大利亚距离很远，但澳大利亚人坚信，一旦大陆控制住台海后，就会在突破第一岛链后，将更多的军事力量投放到第一岛链外的地方。可残酷的是，这2个国家其军事实力近些年来是外界有目共睹的，出兵援助都不一定能够帮助美国获得更大的优势。因此，兰德公司建议美国继续对台海维持模糊战略，一方面维护中国的原则，不让台海局势混乱；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军事等方面增加台海的防御能力。简单点来说，该公司是在暗示美国不要轻易支援。对美国而言，只要能维持在台海地区的现状就可以。一旦引发军事冲突，美国能够获取的利益更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美台之间的协防条约不允许美国无视中国对抗台海，必须会有行动，不然该国在国际上的信誉就会受到影响。美军机抵近广东只有46海里，4天前还曾从4个战略方向包围中国，疯了吗？美国利益集团已经躁动，拜登变身战争狂人。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其实，自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其对中政策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而在最近的7国集团和慕尼黑会议上，他的表态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无论是7国集团、北约、欧盟4国对话、五眼联盟，美国想要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对象来应对中国。最近，美国再次发起危险行动，疯了吗？27日上午，美国空军一架RC-135U 战略侦察机从冲绳加手纳基地起飞，经过巴士海峡，绕一个大弯，直接逼近我国广东沿海侦察。而根据 ADS-B 信号显示，该侦察机最近时距离中国领海基线约46.65海里，虽然飞得很近，但是没有越过基线，那它确实没有办法。不过，美军侦察机路线和距离都在掌握中，如果美军胆敢轻举妄动，那肯定是有去无回。而美军机飞这么近，无非就是在挑衅。除了耀武扬威外，其实应该注意的是，这款并不简单的侦察机。目前美军仅有2架RC-135U 电子侦察机，美军曾将其奉为21世纪最重要的侦察工具。它是一款具备各类电磁信号搜集能力的重型战略侦察平台，擅长在目标沿海地区实施侦察行动，而且其机头下装备了特殊的电子侦察装备。这种电子接收设备可以进行电波记录，为美军日后的电子战提供情报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在这4天前，美军机于24日出动了包括E-8C、RC-135等多批军机，包括从4个战略方向同时逼近我国领空。虽然美军机来侦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这种包围式逼近极为罕见，更像是在练什么战术。无论是派特殊侦察器危险递进，还是从4个方向包围，美军不仅仅是跑跑堂挑衅这么简单，他们在收集数据、熟悉不同空域等才是目的。这些都是在为未来可能的战争做准备。而且拜登在上任37天就暴露了战争狂人的本性。在25日，拜登下令空袭叙利亚，截至目前已造成22人死亡。这是拜登任内首次发动军事行动，想要重新强调美国的地位，告诉盟友并警告对手美国回来了。但美国还回得来吗？美国利益集团已经开始躁动，即使是一次侦察也切不可轻视，必须时刻准备着。
拜登直接下令空袭叙利亚，以色列也有大动作，中东局势将大变。敬请关注本期内容。在2月25日，美国飞机在叙利亚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他们的目标被认为是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基地的据点。而据维达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行动是由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的。在拜登上台没多久，终于平静几年的中东地区又再一次硝烟四起，局势又将大变。据科比表示，美国此次的空袭是对最近伊拉克针对美国人的袭击和威胁做出的回应。此前，美国驻伊拉克基地确实遭到了几次袭击，并且造成伤亡。这是拜登就职之后1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强硬军事行动，这让原本就紧张的美伊关系继续走向深渊。目前，美国正在与伊朗就重新返回伊核协议进行谈判，但是美国现在的行为无疑是将原本就进展艰难的事情更加复杂化。除此之外，可以说是美国在中东代理人的以色列也有大动作。军事观察报道称，以色列很可能将在不久的将来从美国订购大量的军用飞机，也即购买一个 F-35I 阿迪尔中队，还有一对 KC-46飞马座空中加油机。只不过目前这些消息还没有得到关联方的确认。众所周知，此前以色列批准了一项购买大量新型重型军用运输直升机的计划，这其中就包括 CH-47奇努克和 CH-53K 国王种马。虽然目前这个合同还在谈判当中，但是美国很可能会批准该合同。据军事观察报道称，以色列如此不寻常的武器采购合同，或多或少都与伊朗有些关系。以色列正在努力在未来的5年之内使该国的空军现代化，并且建立一支足以打入伊朗领土的攻击部队。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以色列之所以突然购买更多的战斗机和加油机，这一切都是战争即将来临的信号。比如 KC-46加油机可以帮助以色列扩大他们的战斗机中队的攻击范围，可以达到伊朗的任何目标。而大量 F-35I 战斗机则是对于伊朗的防空系统。在战争开始之前，以色列的空军将使用大量该型战斗机，利用它的空中优势清理掉伊朗的防空系统。可以看出，以色列确实是在为战争做准备。而此次美国在与伊朗谈判的同时，突然发起空袭，以色列却又开始做准备，很难说以色列没有得到什么消息。美国的制裁或许无用，我国或将不需要荷兰的光刻机。清华大学透露重要消息，敬请关注本期科技热点。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电子芯片。日常使用的电视、智能手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都离不开电子芯片。然而，电子芯片的制造水平却非常高，很多国家都无法制造高标准的电子芯片。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芯片制造这一领域中开始有了一些成果。但是，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却开始在这一领域中对我国实行了打压政策。据了解，在芯片制造的这一领域中，光刻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设备，同时也是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中最为关键和复杂的工艺步骤。目前，世界上荷兰的 ASML 公司的 EVU 极紫外光源光刻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因此我国也向荷兰进口了他们的光刻机。然而，美国方面却在背后偷偷做起了手脚，变相的不让荷兰向我国出口这一光刻机。因此，我国与荷兰 ASML 公司的这一交易至今都还没有完成。不得不说，美国的这一举动对于我国的电子芯片制造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然而，最近有消息称，我国很有可能不再需要荷兰的光刻机了。对此，我国的清华大学方面也向外界透露了非常重要的消息。据媒体报道，清华新闻官方网站表示，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教授唐传祥研究组与国外的合作团队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题为《稳态微距数原理的实验演示》的研究论文。据了解，这篇论文报告了一种新型粒子加速器光源微态微距数的首个原理验证试验。基于微态微距数的原理，能够获得高振频、高功率、窄带宽的相关辐射，它的波长可以覆盖从太赫兹到极紫外波段。所以说，这一原理有望为光子科学研究所提供非常广阔的新机遇。对此，英国《自然》杂志的评阅人对这一研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国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教授唐传祥也发表了他的看法。唐传祥先生表示 ，SSMB 光源的潜在应用之一是作为未来 EVU 光刻机的光源。所以说，我国在这一理论原理上再有所突破的话，美国的制裁对于我国在电子芯片制造这一领域中将无法发挥很大的作用。
不仅如此，如果我国能够生产性能更为先进的光刻机的话，那么我国在电子芯片制造这一领域中，很有可能将会占有主导地位。不得不说，清华大学所透露出的这一消息，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振奋。所以说，我国最终还是要发展自己的光刻机。但是这一消息无疑是表明，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会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光刻机，届时我们将不会受制于人，并且一些国家很有可能还会有求于我们。所以说，目前我们要继续努力发展，争取早日研究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光刻机。